白，这交通啊！这个就是嘎巴菜，天津的油条，还有茶叶蛋。哇，我看到了一个马车，轻功女，这一个120。来到了天津卫，我是嘛也没学会，学会了开汽车，老头钻被窝，我蔫不溜的走啊，你又蔫不溜的来，我抖楞抖楞我的脑袖，跟姐姐说拜拜，走在河边 CT。小白曾经在天津住过一段时间，当时对这座城市的印象非常的好，有些地方很有腔调，也很洋气，让人印象深刻。但这次重游，坦白讲，有些失望。从北京开车开了1个半小时，小白到了天津。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我们去吃个天津的特色天津早点。这边呢是天津的鼓楼南街，前面那个就是鼓楼了。这两边有很多的这种店铺，这应该是一个步行街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吃早餐就在这儿，马记富来饭庄是一家清真的饭店。然后这边是煎饼果子，现在一大早就里边已经人坐满了。要买煎饼果子吗？在这边点单，然后来前面这边拿吃的。这儿有一个价格表，中英文的。不要钱，请让自己吃了。要这号给谁呀？好，这个在那边是吗？对，这个是那里是。哎呦我，这么多人！好，谢谢您。少来点豆腐，多来点汁，好吧？你好，豆浆嘎巴菜。你好，我来一套那个单果子的。啊，一套。马记福来，煎果子，煎饼果子。马记福来，天津老城里。马记福来，天津老城里。好嘞，谢谢。煎饼果子。买了天津的油条，然后这个是豆浆，这个是天津的特色，叫嘎巴菜，还有茶叶蛋。这个就是嘎巴菜。嘎巴菜里面这个就跟面筋一样，就是豆面，然后有点香菜。这个就是刚刚排队买的煎饼果子，是单油条的，里边没有加薄脆，10块钱。天津的这个早餐点是真够人气的。现在我们要去天津的意大利风情区，是一个具有这个欧洲风情的这种步行的一个商业街区。这边就是天津的海河，还听到阿姨在这边唱歌呢。河里边还有大爷在游泳。
海河边上还有很多人在垂钓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钓上来鱼。在这个岸边溜达溜达，真是挺有意思的。这前边又传来了什么声音啊？好家伙！呵，这音箱声音真够大的。在前面这个像大玉米一样的这个建筑，就是天津的这个金塔，天津金融中心。然后右前方有一个稍微矮一点的，这个是天津的恒隆广场。远处有阿姨在晨练。过了马路，前面就是它的那个意式风情街。今天的风还是挺大的，大风呼呼的。啊，益丰区。啊，今天是5·1的第3天，人还是挺多的。这边是它的一个景区的导览图，这边有标着一些餐厅，还有展览馆，包括名人故居。那么下面还标着一些网红打卡点。似乎这种街区应该是更适合下午来这边找个餐厅喝下午茶，或者是晚上找个小的酒吧坐下来喝一杯，应该氛围会比上午更好。啊，这边呢很多人都是来这种旅行团嘛，就到这边转一圈，打个卡就走了。所以这样看人还是不少的。那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名人故居，还是值得看一看，了解一下背景历史的。啊，这边有导游在给介绍。虽然我们北京的房子它是木质结构，但是北京的故宫房子叫做什么结构？前面这儿就是一个相当于中心广场的一个区域。哇，这人！这边就立了一个马可波罗的这么一个石柱，但是我转了一圈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介绍。我们沿着这条小街往里边走一走。现在这个开了很多这种档口，变成了就是卖那种很多国内的步行街都有那种什么鱿鱼大串啊这种。我记得以前好像没有这些东西。这是狗不理包子。啊，以前的话都是从这个洋房里面是餐厅，然后那个他们可以外摆。是人忒多，不是包子。啊？晚上的话会比较漂亮，晚上它有一些灯光。狗不理。现在多了一些这种小档口，也不知道是平常就有，还是说是因为5·1期间。那么左手边呢，就是一些像什么精酿啊、啤酒这种。那前面还有一个宝莱纳。
这边是威尼斯意餐酒吧，就是吃一些意式的餐食。然后几年前来的话，之前晚上还会有一些餐厅会有驻唱，还是非常的热闹的。哎，我刚才说我们拍那花那9块9没扔了呢。前面有一家星巴克。这些人。这里有一个牛排屋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菜单的价格。经典冰鲜经典牛排安格斯半份儿299，小战斧1280。我其实一直都很好奇这个大串儿，它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去近距离看一看。这个精品肉串15块钱一串，大串是35，就是这个。从那个过了这个广场还有个广场，往前走个200多米还有个小广场。这个多少钱一串35，这是牛肉大油边，纯羊肉、纯牛肉。辣椒馆。从这边我们再换一条街道走一走。那这里边是泥人张，荆门好礼。我们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手办。这是泥人。你看到有这种娃娃，还有兔团团，79。这边都是一些泥人，然后这边有说相声。轻宫女，这一个120。从这边往里走的话，这个两侧就没有什么小洋楼了，就是一些档口，还是卖这些大串鱿鱼、凉皮儿。包括还有一些奶茶。这旁边是一个工人文化宫，可以看到很破旧了，感觉现在应该是已经不再用了吧。这边就是一个历史风貌建筑，也是一个叫做韩林生的旧居。从这条路回来之后，这有一个路标，可以看到我们在去右边的有一个叫做但丁广场的。我们再经过这个泥人张，向右前方这条街道走走。在这条路的左手边，这个小洋房是一家叫做幸福照相馆。右边这个建筑是最新改造的吗？看着还蛮新的，这种外立面。这是中书阁首展哦，今天是有展出的。这么多人在排队。这个队伍都已经排到这边来了。喷水池，这里面已经
也没有人维护，里面全是垃圾了，水也很脏。左边这是一家俄罗斯餐吧。是摊煎饼，天津的特色煎饼果子。15一套，可能是6个打开，然后拐进来之后，这边相对来说清静一点。这个是新天堂电影院。那这个是宝莱纳。对于你们他们信奉的是什么？西方人信奉的是上帝。人家说这个狮子带翅膀可以飞到天上，把你的愿望说给上帝去听见啊。所以他们怎么许愿呢？背对着这个许愿池，手上拿个硬币，默念愿望3次，然后往后扔，能扔进上面大圆盘里边，愿望就可以实现。如果连扔3次还扔不进去怎么办？回家继续睡吧，人上帝也不愿意打你。经过这条马路的话，继续沿着这个民族路，再往前溜达溜达。这个两边就是卖一些小的饰品了，好像也是临时为了这个5·1增设的这些活动，变成了步行街。它这两边的这些老的房子都是一些办公，那右边这个就是天津银行。哎，左边这几栋还是蛮好看的，它这个外面的颜色是用白色的。杨先生在这个养育了9个子女，啊，有9个子女，因为大儿子梁，是这个做西部。这边是梁启超的纪念馆啊，票价30元。还有曹禺的剧院。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，这个是哪里啊？我们进来看一看。哦，这里还有奔驰在做活动。哦，是餐厅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茶馆，这上面还有咖啡店。观光巴士，这个配色有点挺奇特的。然后这边是但丁广场。这旁边都是喝茶的、听相声，这边还挺热闹。哈利波特、奥特曼、蜘蛛侠、勇大雄二都在里面了，往里面走了。听评书偶像就把热烈酒泉。演出即将开始，请您抓紧时间购票入场。这个左边是天津小吃，桂发祥。现在开车去天津的第5大道，非常的堵车。这里就是天津的5大道公园，这片区域呢就是以前天津的英租界区域，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天津非常著名的这个景点，就是5大道。
这边有非常多的洋楼，就类似于上海的法租界那样的一个区域吧。而这片区域非常的大。那我们刚刚开车过来，现在来这边逛一逛，可以看到五一期间的游客真的非常的多。你怎么看不到别人做的事情？哇，这边的交通好乱啊！这两边都是一些保护建筑，然后开着各种特色的这种小店。在这个步行道上还摆满了各种的这种小摊儿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边有多少人。现在这个人流都已经走到自行车道了。你看地上这些摆摊的，摆店吗？对。它是植物，对。植物也是摆店。那这里又是卖女生的饰品的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巷，两边也都是摆了这种摊位。其实，在两边的这个建筑里面都开了各种的这些餐厅啊，或者是咖啡馆，还有包括茶馆。但是这个现在外面摆上了各种的小摊儿，感觉就是说，人们可能都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了摊位上，都没有看到两边建筑里面一些还不错的一些店。然后现在是中午的时间，但是看上去里边的这种建筑里面的餐厅都没有什么顾客的，又或者说这里面的单价是不是稍微高一点？前面到一个路口，可以看到那边是招商银行。小白也是第一次在这种假期白天的时间来五大道逛逛，之前都是晚上，有那种很不错的小酒吧。这边还有画像。哇，我看到了一个马车。哇，这个路口，这边就是重庆道和河北路的这边交界。绕一下。健康身体好。这里就是步行的了，然后只有这个马车拉着行人，这帮游客。从这里面进去就是天津非常有名的那个民园广场，以前是叫做民园体育场，
也叫这个英租界的体育场，它是1920年建造的，当时的这个英租界公务局建立。哇，好热闹啊！这里边，这人。绕大街上走走。然后中间，有一些市集。下来，我不给你买了。这个老虎演员给做了个手艺。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民园外面这个跑道，稍微的转一下。3到20。现在这个民园广场已经被改造成了这个市民休息娱乐的地方，但是它整体的这个结构、建筑风格是没有改变的。下来吧，我可以了，这个快点。我们从这边台阶下去，下到最下边。大家可以看看有多少人。这个民园的这边中间呢，就是一些市集，布满了一些小的档口，大家也可以坐在这个假的草坪上休息。然后那边还好像办一个小舞台，在有一些唱歌的。啊，现在是在放歌，放着这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现在又放起了周杰伦的《七里香》，在这种天气，这种歌曲，这感觉太好了。逛了一圈民园广场，然后从这边门出来，这里面整体的氛围还是很热闹和这种休闲。连这个宣传的这个喇叭的都是天津口音。最正宗的煎饼果子来了，纯绿豆面，现磨现烤，清热又解馋。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重庆道，这边很多的这个旧居，这个是孙同轩旧宅，西北军将领，以前是在冯玉祥部队当兵的。然后这边有几家店还是很洋气的，一个咖啡店，还有一个
cocktail。新鲜水果辣，酸梅汤。新鲜水果辣，那大家都在这边，这个天津五大道这个字前面拍照。现在我们要去吃午饭，然后路过了一个，这边有一个叫做金味小炒，可以打包带走的一些素菜、盖饭之类的。一个菜10几块钱，然后一份盖饭，素的话是12块钱，荤的就是15、16。这边的这个街道就是在居民区。有很多很市井的小店儿。我们路过一家卖芝麻粉的，这儿肯定是真材实料。对，这是祖传的呀。对，我们家老人干经营的这个。哦。哦。就您接着干。对。您听这口音。是早上过来吃早点去了。吃早点去了。结果吃那煎饼，是吗？不太。是的煎饼果子。南街鼓楼南街。马什么富来是马什么？富来。就家门口居民楼底下摊。是吧？哦。那还我一会儿再买一个去。10块钱。正常多少钱？得看您是几个鸡蛋是。2蛋1果子。1个果子2个鸡蛋，我们这儿8块。是吧？那10块，但是不好吃啊。对，味道绝对不行。它里边绝对不行。您看，您要是明天不走啊，就是前面这口左拐想到走到头。我一会儿走过去就吃买去。您不是您看看在不在？哦，对。您就溜过来。叫杨记煎饼果子。哦。这就是您看。我们路过这家店，看来还是非常有名的，然后人家顾客也来了。这芝麻糊6块钱1碗，这就是在上海的这种糖水铺，估计没有16都下不来。这门口摆的全是一些干果。站着，站10分钟。这边是菜市场，还有很多的这种小餐馆，这都是在居民楼下的。而且很多的这些餐厅全是这清真的，因为这天津和北京吧这些地方回民都特别多。居民楼里的咖啡馆，这就是街边的煎饼果子。刚刚人家当地人说，就得去这种地方买才好吃。居民楼下的这种小餐饮。现在又走到了这个成都道，就五大道公园这边。今天天津的几个重要的景点也走了一遍，感受到了5·1的这个劳动节出游的人群。都一样，这规格呀。真的是非常的热闹，人也够多的。现在准备回北京了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这交通是哪？虽然今天在天津走访了不少知名的景点，像是民园体育场、五大道，还有意式风情街，但整体的体验坦白来说不尽人意，商业氛围略显杂乱，少了些原本期待的历史味道，反而更像是临时搭建的一个乡村市集。整个城市的交通秩序也比较混乱，让整体体验打了折扣。或许是小白记忆中的天津太过于美好，也或许今天没能遇上它最理想的状态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依然是一座非常有故事的城市，只是呈现方式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。不知道观众朋友您最近有来过天津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感受。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次见。对吧？你看这线，
这人又撞车，谁的责任都不知道。这个人家说还有一个就是开车子怎么了？反正说就特别遵守吧。然后他说，如果我到上海开车，估计半天就分数全部扣完了。你新马路你没有划线到情有可原，你这么多边地的马路都没划线。